Hello， 大家好，我是柯宁，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依然是跟 ChatGPT 相关的内容。在5月18号，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在官网宣布，他们在苹果 App Store 上已经上架了这个 ChatGPT 的 iPhone 版本的应用，而且他们已承诺未来将为安卓手机提供相同的服务。这个我觉得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用户都是手机用户，而我们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经常要打开浏览器才能使用 ChatGPT， 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呢，在官网上呢，还附带了苹果 App Store 上的链接，页面显示这款名为 OpenAI ChatGPT 的应用仅适用于苹果手机 iPhone， 描述为 OpenAI 的官方应用程序。在苹果的官网呢，这个应用呢，它是显示只支持英语的，而且年龄分级为12岁以上。下载应用是免费的，而且会提供 App 内购买项目。目前仅有售价$19.99的 ChatGPT Plus。关于这个充值问题呢，到时候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呢，我也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讲的。在简介中写到 ，OpenAI 的最新进展就在你的指尖上。这个官方应用程序是免费的，没有广告，可以跨设备同步你的历史记录，并为你带来 OpenAI 最新的模型改进。根据页面提供的截图 ，OpenAI ChatGPT 的界面非常整洁，只有黑底白字或者白底黑字的样式，分别对应白天模式或者夜间模式。用户可以通过输入文字或者语音等等询问 ChatGPT 问题，然后得到回答。OpenAI 还写到 ，ChatGPT Plus 的订阅用户可以在手机上享有 ChatGPT 4的系统优先访问的功能及更快的响应速度。另外，这款 iOS 应用未来几周内会扩展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并补充称 ChatGPT 也会很快的出现在安卓手机上。据媒体分析称，与网页版的聊天机器人相比 ，iOS 应用程序的发布有望让更多的人接触到 ChatGPT。由于用户可以在 App Store 上发布评论，还可以让 OpenAI 更直接的接受消费者的监督。目前我的一个了解 ，iOS 的 ChatGPT 应用程序，它目前只支持美国地区。我们这边来看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的标题名叫"看到这个赶紧去买苹果礼品卡，苹果礼品卡速度啊"。那么什么是苹果礼品卡呢？苹果礼品卡也被称为苹果商店礼品卡或者 iTunes 礼品卡，是由苹果公司提供的一种预付款形式的虚拟礼品卡，它可以用于在苹果的各种数字内容和产品中进行购买。那么有哪些方式可以获得苹果礼品卡呢？首先，可以在苹果官方零售店购买，您可以直接在苹果的实体零售店或者官方在线商店购买苹果礼品卡，它们通常以不同面值出售，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金额，或者是购买数字礼品卡。苹果还提供数字礼品卡，您可以在苹果官方网站上购买，并将其发送给您的朋友、家人或其他收件人。这些数字礼品卡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接收者可以在苹果的各个平台上使用，零售商店或者第三方渠道。除了苹果官方渠道，您还可以在一些零售商店、超市或者第三方在线平台上购买苹果礼品卡，请确保可靠和授权的渠道进行购买。那么经过这个发帖人的标题呢，我们已经知道了，首先这个苹果礼品卡呢，它是可以充值 ChatGPT Plus 的，而且它上面也写了，最好是美国、英国啊，如果是有美国、英国或者是在国外的朋友就更好。Plus 会员呢，目前它只要$19.9，而且不会触发风控。合理合规的购买苹果卡呢，千万不要被骗了。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以前咱们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呢，购买 ChatGPT Plus 订阅会失败，或者是使用虚拟卡也无法充值成功。现在如果您是苹果手机的用户呢，您可以直接通过礼品卡的方式购买 ChatGPT Plus 的会员，而且只要$19.9，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这边为什么我是通过这个帖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ChatGPT 苹果应用的一个消息呢？首先，因为我不是苹果手机；第二的话，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体验，所以说我希望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真实的反馈，所以我这边正好就看到了这个帖子，所以就分享给大家。这边是这个发帖人发布的一个苹果商店的截图，语言上面虽然写的是英文，但是我估计我们通过中文的方式提问也是没问题的。苹果商店机制是收不到的，需要复制链接到 Safari 浏览器，自动跳转到应用商店，也就是苹果自带的浏览器啊。我们这边看一下，就是要自带浏览器才能打开这个链接啊，这波确实厉害啊！这个发帖人说，苹果商店内购有30%苹果税，也就是说$5.97是上缴给苹果的，用13.93一个 Plus 会员对 OpenAI 属实是难薅啊，这薅 OpenAI 的羊毛啊！而且呢，苹果商店是支持 PayPal 的，而且他说呢，这个官方呢也发布了这个文档，他这边就只提供了一个截图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完整内容。
首先，第一个是 ChatGPT iOS 应用的最低要求，硬件是要 iPhone 8或者更高版本，软件是要 iOS 16.1或者更高版本。也就是说，您现在的 iOS 的版本呢，如果不是16.1这个版本的话，最好建议升级。它在 iPhone 兼容模式下呢，可以使用 iPad。那么它这里也官方的回答了如何在 ChatGPT iOS 应用程序中取消 ChatGPT Plus 的 Apple 订阅。如果您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订阅了 ChatGPT， 您的订阅由 Apple 管理，需要通过 iOS 设备上的订阅计划取消。如果您想取消订阅，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转到 iPhone 上的设置，点按您的姓名，选择订阅，您将看到您的活动订阅，点击 ChatGPT， 点击取消订阅，在弹出窗口中确认取消。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几点：在网页界面上删除你的 ChatGPT 账户不会取消您的 ChatGPT Plus 订阅。您的 Apple App Store 账户在当前订阅结束前24小时收取费用，订阅功能将保留在您的账户中，直到取消后的当前付费期结束。有关如何取消 iOS 订阅的详细说明，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Apple 教程。不过这几个步骤应该是没问题的。他这边也说了，支持 Apple ID 和谷歌和微软邮箱账号。然后他这边发帖人也说了，发热挺严重的，优化可能没有做好，怀疑是用 ChatGPT 写出来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它原理上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网络程序，它不应该是这么发热严重嘛，因为毕竟这个 ChatGPT 不是在这个手机上面运行的。然后这里是一个 Plus 订阅界面，只要在 iPhone 上订阅了这个号就是 Plus 号，登录网页版也是 Plus 会员。然后这边底下有人问，为啥我订阅那里是灰色的不让点？你不是美国 ID， 所以说你还要注册一个美国 ID。设置界面呢是非常简洁啊。这边呢，好像我觉得比网页版好像要多一点内容啊。那这边他也问了这个 ChatGPT 啊，不懂得看这里为什么要速度买礼品卡？奸商可能知道就要涨价了。那么如果我真的有这种需求怎么办？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需求，但遇到了苹果限制不同国家或者地区 Apple 账户绑定的问题，您可以考虑以下选择。首先，使用代理或者 VPN， 通过使用代理服务器或虚拟专用网络 VPN， 您可以模拟位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网络链接。请注意，这可能违反苹果的服务条款，并且苹果可能会检测这种行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点，使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苹果账户，这边言下之意就是说需要创建一个美国账户，创建一个符合您所需支付方式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新的苹果账户，并使用该账户来绑定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 PayPal 账户。请注意，这可能会涉及到使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信用卡或礼品卡来注册新的苹果账户。然后这个发帖人也说，这是我说礼品卡合理合法，不会造成 GPT 风控问题。当然 VPN 还有 MS Activate 这个解码平台一样的是不能少。然后他这边也问了 ChatGPT， 这样是即便是检测到不同国家使用礼品卡的形式，这样不构成风险吧？ ChatGPT 回答了，使用合法购买的苹果礼品卡来进行支付是符合苹果的规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风控问题。苹果接受并支持礼品卡作为支付方式，并且这是一种常见且被广泛接受的支付方式。当你使用合法购买的苹果礼品卡时，苹果通常会将其视为有效的支付方式，而不会触发风控措施。然而，苹果的风控机制是动态的，并且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变化，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为了确保最佳结果，建议遵循以下注意事项啊，这里面我就不需要说了啊。但是呢，外服苹果 ID 是有风控的，自己小心别全部礼品卡折里面了。我在 iPhone 上的 Plus 会员能在网页端上用吗？同一个 OpenAI 账号，是的，你在 iPhone 上的 Plus 会员资格也适用于在 Web 上使用。当你使用同一个 OpenAI 账号登录到 Web 界面时，您将享受到与你的 Plus 会员资格相对应的功能和特权。那么它这里面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咱们很多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呢，他充值 ChatGPT Plus 会员是非常麻烦的，这个虚拟卡的话感觉又不是很靠谱。这边的话，如果能够使用苹果礼品卡来进行充值的话，那这个办法就是很方便的。当然还是要使用一下这个美国的 Apple ID 啊。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大概说一下怎么样注册一个苹果的美国 ID。账号不一定
支持苹果礼品卡订阅第三方服务，在这里注册账号也要手机号。这手机号应该都好解决吧，就是找那个第三方解码平台，比如说之前咱们用的最多的那个 SMS Activate。别人说香港地区没有吗？他说不建议香港地区，因为美国是第一发布平台，美国地区 ID 比 OpenAI 账号更不稳，除非找国外朋友帮忙注册一个。苹果的这个美国 ID 的话也是很不稳定的。这个底下有人回答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之前买的 ID 被封，可以使用 VPN， 用英文找苹果客服申诉回来，清澈可用。去年很快就给我解开了，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呢，使用 VPN， 然后要是美国地址，不然很容易封控。然后呢，这个已经是19号了。19号的上午了，今天已经上美区今日精选榜了，开屏就是啊，这个已经有了啊，这个已经有网友证实的啊，不用 VPN 也可以使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封号。这个发帖人说他在 iPhone 11上最新系统比玩游戏还发热，集中在摄像头下面，烫得离谱，不是连网跑吗？难道直接手机处理器跑？而且掉电非常的夸张，会封号吗？我拿自己的低配开都给我ban了，号都没了。这个网友呢就回答说，好兄弟们反转，好兄弟们不用VPN 也可以进行回复了，不用 VPN 也可以用啊。底下也回复了这个不敢用了，手机快可以煎鸡蛋了，这个手机太烫了，这个软件优化绝对有问题，才几十兆这么烫，太离谱了。然后这边也有网友来回答了，已经下载了，用个 iPod 美国 ID 就可以了。这边的发帖人也说了，那么兄弟可能会想和网页端有什么不同？网页端支持对任意我们发出的命令开启时间回溯，对其进行重新引导，保证下文达到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 iOS 这个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你的引导错误是没办法进行修正的。好在一键继续是做进来了，所以网页端还是不可替代的。至于 iOS 如何开 Plus， 终于是自己可控和稳定的续费方式，放心少不了。这边有网友说，支付宝直接可以买美国地区的礼品卡，不用着急。但是苹果官网也可以买美国地区的礼品卡，完全不用担心。礼品卡呢，他说是风险，已经废了一个苹果号了，发热量很大，而且一直调用震动马达，优化有问题。那么最后呢，我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在2023年如何正确的注册一个美国地区的 Apple ID。那么我们需要准备3个东西，第一个是一个国内的手机号码，第二个是一个未注册 ID 的邮箱，第三是美国公民信息。这个美国公民信息呢，看到这里的话呢，有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了。其实这个很简单啊，美国公民信息我们可以在百度或者谷歌等一些搜索网站上搜索美国公民信息或者美国地址生成器等等。然后呢，我们随便搜索的话呢，就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网站，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网站，里面就会有这种很多类似的美国公民信息，有真有假，当然应该都是可以用的啊。首先就是要进行一个 Apple ID 的注册，这个要打开一个网站叫 Apple ID Account 这个网站。注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最好是选择大于18岁的日期，比如说你随便写一个8岁啊、6岁啊、10岁啊这种，对吧？可能有些软件你就无法下载了，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ChatGPT 苹果版，它就12岁的一个年龄限制，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电子邮件的话呢，一定是要一个全新的未注册过 Apple ID 的邮箱。手机号码呢，就是说清澈呢，目前注册过中国区 Apple ID 的手机号码呢，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我也不知道 ChatGPT 登录 Apple Store 呢，这个应用商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利好的。首先，无论是注册账号和充值ChatGPT Plus 会员都变得更方便了，也不用担心风控了，甚至通过网友的反映，不用 VPN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 ChatGPT 的。而这个消息呢，是在5月18号发布的。那么接下来的1周或者接下来1个月、1年，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一些变化，甚至会推出安卓系统，也会让更多的朋友呢接触到 ChatGPT。我觉得这个 AI 领域呢，未来还是会有大的发展的。那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留言，跟我一起探讨这些问题。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也可以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大家也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让其他的朋友也了解到这个消息，也希望帮助到其他的朋友。那么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话，也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关注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是柯林，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